林泽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是我们的特殊日子，先把戒指戴上好不好？有什么事儿我们吃完蛋糕再……结婚？你看看这连个窗户都没有的破房子，再看看你这双一点知觉都没有的废腿，拿什么结婚？我受够了！推了你整整5年的轮椅，每天闻着满屋子的药味，我已经彻底受够了。算我求你放过我吧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陪着你在这把轮椅上耗死。林泽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还有脸问为什么？弄这些寒酸破烂的东西，你想恶心谁？这5年我像条狗一样在外面看人脸色，为了那点死工资低三下四，欠你的早用这5年青春还清了。你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废人，别想帮我一辈子。还清了。5年前要不是你非要炫耀新买的车，超速驾驶还闯红灯，又怎么会发生车祸？是你害我变成残疾的！我已经伺候了你5年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拖垮我一辈子吗？亲爱的，那边处理干净了吗？明天就是新城集团的终面了，人事总监那边我都打点好了，你可别因为一个前女友掉链子呀！断了，宝贝，放心，我把话说绝了，我今晚就收拾东西过去陪你，听见了吗？我的初恋宁雪儿回国了，现在是新城集团的人事部经理，她能安排我进顶级集团工作，给我前途。新城集团，这可是1000亿级别的超级公司，你不会没听过吧？当然听过了。那我祝你如愿以偿。现在你可以滚了。你这个靠我养着的残废，敢叫我滚？搞清楚，这是我的房子，离开了我，你连下楼买个馒头都做不到。哼，算了，打你我都嫌脏了我的手，你最好这辈子都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喂，宝贝儿。林泽，怎么样了？那个累赘处理完没？我已经跟下面的人打好招呼了，明天的终面就是走个过场。我现在可是人事部门的经理，让你进公司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处理完了，宝贝，我这就过来。董事长，您终于肯联系我了，集团上下都在盼着您回来主持大局。去查一下，集团最近是不是空降了一个叫宁雪儿的部门经理？查到了，宁雪儿最近靠着副总裁王总的关系，违规空降的人事管理层，要处理掉吗？先别急着处理，明天我亲自去一趟。雪儿，我已经到1楼大堂了。新城集团不愧是国际顶尖的大公司，连空气都透着一股香甜。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到了就去电梯口准备终面。记住，你今天是我内定的人，把背挺直了。明白，你就等我好消息吧。这就是大公司啊！推了5年的破轮椅，我终于熬出头了。哥们儿，你也是等电梯上楼面试的吧？我紧张的手都在抖，听说今天的主考官很严厉。随便准备了一下而已。你心态真好。我昨晚熬了个通宵背资料，希望能有个好结果吧。熬通宵有什么用？人脉比努力有用10000倍。有宁雪儿打点，我和你们这些苦哈哈的普通人已经不是一个阶层了。该死，这疯女人怎么阴魂不散的？她跑到新城集团来，是想让我当众出丑？苏念，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，赶紧走，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。你追到新城集团来有意思吗？我今天来新城集团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和我没关系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你一个连站都站不起来的残废，跑到新城集团总部来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想说，你今天是来这里投简历应聘的吧？应聘保洁，还是说
你就是新城集团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幕后大老板，今天是坐着轮椅来基层微服私访的？如果我说你猜对了呢？我说苏念，你不会脑子出问题了吧？你要是新城集团的幕后大老板，我就是世界首富。行了，别做飞上枝头变父皇的白日梦了，趁着保安还没来赶人，立刻滚出去！你要是敢在这里闹事，影响我的大好前程，我绝对让你好看。林泽，快点吧，中演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雪儿，你怎么亲自下来了？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这就是那个拖累了你5年大好青春的残废前女友？怎么，昨天刚分手，今天就跑到公司来死缠烂打？看来1楼的安保工作还是不到位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能放进来。保安，你们干什么吃的？把他给我扔出去！雪儿，算了，今天毕竟是我入职的大日子，他要是闹起来，对我在公司的前途影响不好。倒也是，不过真不知道你哪来的脸皮跑到这儿来闹的。你看看你这双废腿，再看看你这身穷酸的打扮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新城集团人事部副经理，在这里随便一个前台都比你这个底层的残废高贵，你连站起来都做不到，还敢跑来缠着林泽，你现在已经配不上他了。说完了吗？你口口声声拿人事部副经理的头衔压人，但我听说新城集团最近空降的人事部副经理，靠的根本不是业务能力，而是见不得人的裙带关系。你连最基础的职级权限和安保调度都搞不清楚，就敢在大堂里发号施令，没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理你吗？你能看懂集团最基础的季度财报吗？还是说你能独立制定并完成哪怕一次基层的 KPI 人事考核？我去，这姐太勇了吧！这气场，我感觉他也不简单啊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残废也敢在这里教训我？林泽，你现在立刻把这个寻衅滋事的疯女人给我扔到大门外面去！要是把事情闹大引来高管，肯定会破坏我在公司的形象。雪儿，算了算了，我来处理。大庭广众跟这种残疾人计较，平白丢了你的身份。我向你保证，马上把他赶走，以后绝不再有任何瓜葛。哼，行吧，你赶紧处理好。苏念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非要毁了我才甘心？别自作多情了，新城集团的大门还轮不到你们2个来教我怎么进。他要叫保安就让他叫，被丢出去的未必是我。该死的，不能让他上去闹，不然就麻烦了。董事长今天提前到了，没有通知任何人，大家打起12分精神，立刻去各楼层排查，务必第一时间确认董事长的位置。懂。立刻接通监控室，盯死那部客梯，确认他停在几楼，马上汇报。苏念，你到底有完没完？是，你的腿是我害的，但我也照顾了你5年，你非要毁了我才甘心吗？算我求你，放过我吧，立刻离开这栋大楼行不行？新城集团姓林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管我？新城集团确实不是他家的，但我是给林泽面子，才没把事情闹大。你要是再无理取闹，谁求情也不管用。苏念，你到底要逼我到什么地步？这5年我守着你一个残废端茶倒水，我的大好青春全浪费在你身上了。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出头的机会，我求你放过我，别像个吸血虫一样，行吗？有的人就是天生骨头贱，看到前男友飞黄腾达了，就闻着味儿过来死缠烂打。林泽，跟这种人废什么话？王总，您怎么亲自到15楼来了？这就是我向您提过的那位人才，林泽。宁雪儿，你脑子进水了吗？张特助刚才通知，今天有大人物微服私访，你弄个坐轮椅的残疾人是什么意思？立刻让他消失！苏念，我最后忍你一次，你最好有点自知之明，以后别再来拖累我了。拖累你？5年前是谁交不起房租，天天向我要车祸赔偿金？是谁生病了全靠我养？现在钱花完了，攀上了高枝就说我拖累你。监控室查到了吗？刚才那部员工客梯最后停在了哪一层？务必立刻查出来。以前都是他养你的。雪儿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花他的钱？请参加周面的应聘者立刻前往大厅等候区就座。雪儿，面试要开始了，咱们快走，我回头一定处理好他。这么公然的面试作弊，看来公司的问题不小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
苏念，闹到这一步，咱们也该有个了结了。我不否认我曾经爱过你，但这5年，天天面对一个连路都走不了的人，我的耐心早就耗干净了。我现在有了新的生活，宁雪儿能给我想要的未来，你就在这老老实实待着，等我进去把钟面走完。出来之后，我会找个地方和你坐下来，彻底算清关系。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阳关道，放过彼此吧。放心好了，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我也是来面试的。在这儿等我一下。李主管，外面那个叫林泽的，一会儿的面试不用搞那么复杂，随便问2个问题，走个流程就行了。宁经理放心，我们自然心里有数，一定安排妥当。这几年一直在幕后，没想到集团内部的风气现在居然变成了这样，看来必须整顿下来。苏董，十分抱歉，我们没能第一时间在楼下迎收到您。您现在是在15楼吧？我立刻带人过去。我在面试大厅。明白，请您稍等，我马上过去。那个空调温度低，这瓶水我还没碾开过，你喝点润润嗓子吧。谢谢。哼，准备了整整半年，就看今天这10分钟了。下一位，林泽。林先生通勤时间大概多久？平时有什么爱好吗？半小时吧，平时喜欢打打游戏什么的。张特助你好，我是刚被录用的。张特助带这么大阵仗，是为了新城集团这公平公正的面试？接到匿名举报，招聘中存在严重违规舞弊。李主管，你的章盖得挺快啊！张特助，这绝对是诬陷啊！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流程。严格流程，面试2分钟不到就宣布录取，流程是这样的，等着接受调查吧。张特助，我是人事部副经理宁雪儿，王总让我过来的。我不知道什么王总，新城集团唯才是举，能者上，弱者下。刚才的面试结果全部作废，接下来将由我亲自面试。雪儿，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这是面试考题和答案，我会想办法把你的面试往后排。你利用这段时间给我背熟了。张特助，之前面试过的人有些已经走了，通知他们回来需要时间，不如将已经面试过的人排在后面，让其他人先面试。可以。这个问题我其实…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……竟然有2个满分！新城集团的面试可是很难的。别以为张特助来了你就能翻身，满分又怎样？员工的入职分配权还在我们人事部手里，我会将林泽分配到最核心的战略投资部。至于你，去地下室2层的档案库待着吧，刚好配你这个残废。董事长，宁雪儿简直胆大包天，居然敢把您分配到那种鬼地方，我立刻把她开除。不用，新城集团这几年所有的历史坏账和秘密交易都藏在这些档案里，我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查查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。你也给我查查王总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瞎了你的狗眼！知道我这身西装多少钱吗？还不赶紧滚去拿抹布给我擦干净！
哎呦，王副总，您今天这气色真好。忙你的去，还不快去干活！这人谁呀？你不知道啊？听说是走宁经理关系进来的。怪不得拽的跟258万一样，你看他那副德行。嘘，小点声。苏念，你看到了，就算考了满分，你也只能待在地下室。而我已经进入了最核心的战略投资部，这就是命。放弃吧，当年的事是我不对，可我也照顾了你5年。现在我已经有了新的前程，过去的事就一笔勾销吧。如果新城集团的员工都像你一样，上班时间跑到地下室来找前女友刷存在感，那你这前程怕是走不远。苏念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警告你，立刻自己递辞呈，滚出新城集团，要不然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混不下去。怎么，怕我告诉别人，新城集团的精英是个3流大学靠吃软饭的废物？苏念，你找死！痛，放手！欺负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行动不便的女孩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好啊，英雄救美是吧？萧远生，你一个没背景的实习生也敢管我的闲事？你给我等着！你没事吧？他刚才有没有伤到你？如果他再敢来骚扰你，一定要第一时间按警报叫保安，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。我没事，谢谢。林泽，你这么想要远大前程，没有一个好领导特别关照怎么行？雷鸣最近在做什么？活阎王雷鸣，他刚梳理完集团在亚太区的业务，辞退了一大批的人，现在那边清静得很。把他调回总部，去战略投资部当一把手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雷鸣，苏董调你立刻回总部。苏董终于出山了，太好了，我这就订机票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苏总休息几年，姓王的把总部弄得乌烟瘴气，苏总在隐藏身份，暗中调查。明白了，苏董是想用我这把快刀去总部砍人。别大意，要不是集团全力推进跟日亚集团的并购项目，我早就亲自出手扒了他们的皮。这次谁也别跟我抢，我保证把那帮杂碎收拾得干干净净。雷鸣回来了，他是谁？一个六亲不认的杀神，他将接手战略投资部总监的位置。告诉下面人都小心点，别露出破绽，不然咱们谁都别想好过。王总放心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听说了吗？新来的总监是个狠角色。嘘，来了。我是雷鸣，新的战投部总监。我不管你们以前是谁塞进来的皇亲国戚，在我这里只看能力。现在进行业务抽查，所有人3个小时内把这份投资分析报告交上来，做不出的立刻滚蛋。真是个废物！林泽，你是白痴吗？以为随便去资料库里扒一份3年前的旧模板，改个日期就能糊弄我？雷总，我看清楚，你引用的这个免税条款2年前就已经被废止了。如果按你这份垃圾报告去执行，新城集团明天就会收到2000万的违约金起诉书。雷总，时间太短，我废物就是废物，给我滚去碎纸机那边待着，别在我面前碍眼。雷总，林泽还是个新人，不熟悉业务很正常。新人，同样是新人，别人可不像他那样。都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什么是专业的分析报告。小远生是哪一位？站起来认识一下。希望大家都能向小远生学习，拿出真正的本事。小远生，今天在会议室出尽风头，很得意吧？你很聪明吗？这年头再聪明有个屁用，出来混要讲人脉，要讲势力。你是聪明人，
明白我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以后我的活你替我干了，该交的报告先交给我，这样我就替你在宁经理面前美言几句，保证你吃香喝辣的。否则，我让你在这混不下去。雷总刚来你就敢搞这一套，胆子不小。雷鸣就是个空降的总监，他能干多久？不管干多久，我都不会帮你。我平生最看不上的就是你这种滥竽充数、只会抢别人功劳的废物。雪儿，那个萧远生太嚣张了，他根本没把王总和你放在眼里。你个废物还有脸说，害得我今天跟着你一起丢脸。我这不是刚来还不熟悉吗？蠢货，你嫉妒萧远生干什么？一个团队里总得有人真的干活。新城正在推进跟日亚集团并购项目，我会把萧远生拉进项目组。既然他这么能干，就让他去干好了。出了问题就让他背锅。太干净了，王总经手的账目，每一笔看起来都没问题。可是集团的利润逐年下滑，数亿的资金去向不明。苏董，查不出来，我动用了审计部的所有人脉，把王总名下的公司翻了个底朝天，除了宁雪儿的裙带关系和几笔小账，其他一丁点漏洞都没有。账面做得越天衣无缝，说明背后的做账团队越专业，里面的水也越深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账面上没漏洞，就从人身上撕口子。王总老奸巨猾，我不信宁雪儿这些底下的喽啰也能做到滴水不漏。雷鸣那边动作如何？他刚回来就把战略投资部那帮混日子的骂得狗血淋头，只是集团最近在强推跟日亚集团的并购项目，不好大动干戈。您看中的那个萧远生确实是个人才，已经被雷鸣破格提拔进了核心组，而那个宁雪儿硬塞进去的林泽，交上去的报告全被雷鸣扔了回去，现在连走路都贴着墙角。我明白了，传话下去，就从宁雪儿和他身边的人查起，看他到底往日亚项目里安插了多少像林泽一样的废物。明白。还有事儿？苏董，您真打算一直窝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下室？只要您现在亮出身份，公司里那些元老绝对会毫不犹豫地站到您这边。你不懂，有些事只有换个角度才能看清楚。给你。苏念，你说公司人事部的安排是不是很离谱？他们不光将你这样的满分人才扔进档案库看大门，最近还招了一批连基础三表都看不懂的菜鸟，全塞进日亚集团并购项目组里了。人事部门不干人事儿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这么大的项目，再怎么说也不能拿来给实习生练手吧？你说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日亚集团并购项目，是了，这最开始就是王总介绍来的项目，本来应该交给他全权负责，但因为涉及金额太大，变成了战略投资部负责。难道是这个项目有什么不对？你有发现什么吗？倒是没发现什么大问题，但是这么重要的项目，让实习生大量参与本身就是问题。虽然我也是实习生，但我还是要说这不合理。如果真有问题，也不会摆在明面上，不然通不过集团的层层审查，必然隐藏在暗处。我想查清这件事，你愿意帮我吗？当然，新城集团的苏董可是我的偶像，我就是因为他才一定要来这工作的，绝不允许一群蛀虫毁了他。那你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吗？不知道，苏董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。不过什么？不过能管理这么大的公司，我想一定是个40-50岁精明强干的女人。可惜就是有点老了，不能用常规外貌标准判断。老了？你说谁老了？不对，你说谁是40-50岁？你再说一遍。那就这样说定了，我这就回去想办法查清楚。萧远生，你最近表现不错，雷总监对你非常满意，王总也很满意。他怎么忽然对我示好？肯定是有什么阴谋，我得先稳住他。领导满意就好，我一定再接再厉，争取早日转正。你可真有意思，我打算把你调到日亚集团并购项目，这可是目前集团最肥的差事。干好了这一单，别说转正，以后至少也是个项目总监。多谢宁经理栽培，多谢王总慧眼。您放心，我这人最懂规矩，拿钱办事，绝不多嘴。懂事。成了，成了，我还当是什么硬骨头，结果才张了个嘴，他就差点跪在地上亲我的脚了。净想美事儿。嗯，我的意思是，这种好事儿
哪能轮得到他？没有问题。这几天我已经翻遍了并购项目所有文件，为什么一点问题都没有？难道真的是苏池想多了？难道……不会吧？这年头还有人纯纸办公？跟电子版的数据完全不一样，这才是真实的数据。日亚集团的项目有大问题。苏念，你猜的完全正确。苏念，你看这里，日亚集团向外披露的财报显示连年盈利，但这份内部数据显示，他们这几年海外投资全部失败，内部亏损可能高达上百亿。原来这就是王总的计划，他跟日亚集团里应外合，利用这些虚报的数据瞒天过海，试图让新城集团以虚报数倍的价格完成并购，从中获利。一旦并购完成，新城就要替日亚偿还上百亿的债务，到那时候，集团资金链断裂，王总就能顺理成章地侵吞集团残余资产，真是好算盘。苏念，我们必须立刻把这份数据上报。不行，这份残卷只能说明日亚有问题，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指向王总本人。现在上报，王总最多落一个失察之罪。更何况，你说集团是会相信一个实习生从废纸堆里拼出的数据，还是相信集团副总？这个时间会是谁？哟，两位，这么晚还不下班呢？孤男寡女躲在这儿发着霉味的地下室里，做什么不可见人的勾当呢？我还真是小看你了，离开我才几天啊，这么快就找好下家了，太急不可耐了吧？林泽，你脑子里除了这些肮脏废料就装不下别的了吗？我们在核对公司档案，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龌龊？核对档案？哈哈，骗鬼呢！核对档案需要在凌晨地下室偷偷摸摸核对。苏念，别在这跟我装清高。你妈有没有教过你不能拿手指人？就算没文化，至少要有点家教。你什么你？我要是你，现在就回去多背背关税条款，免得明天开早会又被雷总监骂得像条狗一样，连累整个部门跟着丢人现眼。萧远生，你少他妈得意！你一个没背景的实习生也敢教训我，信不信我明天就让宁经理把你给开了？哼，宁经理，宁经理，全公司都知道你是走后门进来的废物。吃软饭很值得骄傲吗？你找死！林泽，你这么晚了，忽然跑来这里做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待得闷了，随便走走不行吗？战略投资部在15楼。你随便散步能走到这地下2层档案室？甚至还专门拿到了档案室的钥匙。我拿钥匙查资料不行吗？你说他发现了吗？不像。他看到你时脸上的惊讶是真实的，说明他不知道你在这里。他这趟下来是来找我的。难道大半夜专门拿钥匙来找你麻烦的？你注意到他那套西装了吗？那是高级手工定制款，一套至少10几万。林泽根本没这么多钱。是宁雪儿给他买的吧？
真舍得花钱。或许吧，但宁雪儿给我的感觉不是能一次给她花那么多钱的人。小钱或许可以，一次10几万不太可能。也说不定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先继续调查。如果他再来为难你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救命啊！林少爷，躲我们躲得挺辛苦啊。大哥，你们认错人了吧？认错人？借网贷买奢侈品装逼的时候，你填的可是新城集团高管。怎么，这身皮穿上了就脱不下来了？大哥，不是我不想还，是我们部门新来的雷总监故意针对我，他不让我转正，还扣我的钱。本来想找苏念借点应急的，可是萧远生大半夜为什么会在？老子管你雷总马总的！说好的1个月，多1天都不行！给林公子松松筋骨，让他长点记性。给我打！救命！别打了！最后3天，连本带利20万，少1分，老子就去新城集团替你宣传。如果让公司的人知道，那我就全完了。我明白了，3天之内肯定还钱。宁经理在办公室吗？宁经理不在，他刚才去地下2层档案室了。他去地下室干什么？听说档案室那个叫苏念的残疾实习生考核不合格，宁经理亲自去下发辞退通知书了。什么？苏念，你实习期考核不合格，人事部决定解除你的劳动合同，收拾你的破烂，马上滚出新城集团。想辞退我，宁雪儿，你最好先去问总裁办批不批。苏念，鉴于你在档案整理中展现的敏锐数据分析能力，总裁办特批，免去实习考核，直接转正。什么？从即日起，正式调任你进入日亚集团并购项目组，办公地点调至顶层高管区独立办公室。张特助，这绝对不合规矩，我才是人事部的主管，这么大的人事调动，为什么没人通知我？总裁办的人事任命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区区一个副经理来质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不服，你现在就可以去顶层总裁办当面递交你的辞呈。不敢。他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一个残废凭什么能轻易爬到我头上？苏小姐，现在腿部有感觉吗？有一点痒，像是有蚂蚁在爬。太好了，这说明你双腿的神经正在复苏，只要坚持治疗，有希望重新站起来。太好了，苏董，真的是太好了！混蛋，贱人欺人太甚！雪儿，他一个连路都走不了的残废，怎么会突然被总裁办破格提拔？能让一个男人冒着违规的风险去帮助他，还能因为什么？你是说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这女人啊，一旦变坏就有钱。怪不得之前在地下室就撞见过他跟那个萧远生眉来眼去的，我怎么没发现他居然这么不要脸，竟然还脚踏2条船？别以为傍上了张特助就万事大吉了，苏念，咱们走着瞧。咱们这些人天天辛辛苦苦加班熬夜有什么用？有的人啊，啥也不干就能平步青云。宁经理，您是说地下室那个姓苏的残废？就是啊，一个管档案的实习生，凭什么直接空降日亚项目组？那可是集团目前最核心的项目。听说是张特助亲自去通知的，而且还亲自把他带上了顶层，还有独立办公室。你是说，这你们都看不明白？
那苏念明显就是被张特助给包养了。这有什么？我跟你们说个更劲爆的。我前天晚上回公司拿东西，亲眼看见咱们战头部的那个萧远生跟他在地下档案室里鬼混，两人把大铁门都给反锁了。真的假的？董事长，这些人简直无法无天，他们竟然敢用这么肮脏的手段污蔑您的清白。我这就带安保部去人事部，当众把宁雪雪和林泽这两个败类开除，再把他们移交警察。站住！你现在气冲冲的跑去开除他们，别人会怎么想？他们造谣生事，还没等说完，别人只会觉得我们是恼羞成怒、做贼心虚，反而坐实了谣言。流言这种东西，你越是去压，反弹的声浪就越大。想要毁灭一个谣言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人群里扔出一个更劲爆的大新闻。去，把我们掌握的证据发给公司员工看看。是，董事长，我这就去办。就是他呀，看着挺老实的，没想到背地里玩这么花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我的天哪，这是宁经理和林泽，太劲爆了吧！这可是实打实的挪用职权包养小白脸啊！有图有真相啊，这可比之前那个劲爆多了。你们两个贱人、蠢货、废物！宁雪儿，你厉害呀，敢背着我胡乱招人，还在公司后台动手脚，还被人发到公司邮箱里，我的老脸都被你们这两个蠢货丢尽了。王总，您听我解释啊，这肯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。王总息怒啊！这些照片都是 AI 合成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们啊！合成的？公司的技术部刚才鉴定过了，没有 AI 痕迹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宁雪儿全年季度奖金全部扣除，记大过处分1次。林泽绩效全部扣除，给我滚去后勤部擦地板！再敢惹出一点麻烦，我立刻开了你！谢谢王总，谢谢王总给我这一次机会。最近我们招的人不少，这次的事看似针对我和林泽，但会不会……张特助最近正在暗中查我，我怀疑他发现了什么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万一让他们查到我们和日亚集团的那些事，那就全完了。慌什么？查账需要时间，只要把水搅浑，他们就没法过多审查。您是说，主动引来竞争对手？没错，你想办法，悄悄把集团即将高价值并购日亚集团的消息散播出去，那些贪婪的外国资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。明白。要是让我知道是谁走漏的风声，我一定亲手宰了他！晚上好啊，林先生。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我真的没钱还你们了。您误会了，我不是来要债的，相反，我是来给您送钱的。我们老板对日亚并购项目的信息非常感兴趣。
这里是50万美金，只要你能弄到并购案的内部核心信息，这些就是你的定金。这是违法的，会被抓去坐牢的。事成之后还有10倍的尾款。别打了！成交。林泽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来收垃圾，顺便擦桌子。我的桌子也是你能碰的，这里全都是跟日亚集团并购案相关的绝密文件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苏董、王总出招了，那些外国资本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，全围过来了。浑水摸鱼罢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不必担心，浑水确实好摸鱼，但谁是渔夫谁是鱼，可就不一定了。您的意思是，既然这些海外资本都这么想要日亚集团这个项目，那我们就顺水推舟，送他们一份大礼。张特助，对，并购项目的底价我已经核算完了，是和其他相关文件装在一起，除了我没有任何人看过。让我上楼一趟。是，我明白了。孙哥，张特助叫我上楼，这桌上有绝密文件，你帮我盯着点，千万别让人碰。行，你快去吧，我看着。该死，有老孙在这盯着，根本没法下手。老孙进来对一下上个月的报表，马上。找到了，新城集团居然愿意用这么高的价格收购。全拍下来了，动作熟练的简直像个惯犯。是啊，我都不知道他还会这一手。董事长，他们要交易了，而且居然蠢到在公司大厦的地下车库交易，这是有多迫不及待？林先生，你比我想象的要能干很多。废话少说，钱呢？钱在这里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文件照片全在里面。林先生，合作愉快。
发了，我发了！鱼儿已经彻底上钩了，通知各部门，接下来就是收网的时候了。是。史密斯先生，经过核算，日亚集团的利润相当可观，并购后的利润空间至少300亿，并且每年都有10%的增长。太好了，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。各位董事，以上就是日亚项目的绝密信息，请各位定夺。干得不错，新城集团这几年彗星般崛起，内部保密相当严格。没想到你能弄到这么重要的信息。没错，新城那位神秘的苏董事长是100年难遇的商界传奇，他看上的项目必然错不了。东方有句古话，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史密斯，立刻调集所有可用资金，这个项目摩根财团志在必得。是。山田先生，这是新城集团的最终报价，已经充分考虑了贵方情况，已是我所能给出的最高报价。我建议您现在就签字。终于。站住！你们不能进去，这是闭门会议。就这么一点钱，也敢说是最高报价？看清楚了，我们摩根财团出3倍的价钱。雷总监，既然史密斯先生给出了如此有诚意的报价，我们日亚集团必须要在董事会上重新评估一下了。既然如此，希望贵方好好评估。有些人胡乱出价，可未必是真的有诚意。还真是3倍报价，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报价的？底价泄露了，立刻去查是谁在背后捣鬼。这帮外国佬都疯了吗？他们了解日亚的真实状况吗？怎么敢乱出价？王总，您先别生气，这不是正好让他们把水搅浑？我是让你把水搅浑，没让他们真把鱼捞走。如果摩根并购成功，我们之前全白干不说，搞不好还得进监狱。是我疏忽了，是我疏忽了。给我去查，到底是谁走漏了消息？今天一整天都没见到林泽，难道是他干的？苏董，史密斯强行闯入谈判现场，摩根财团真的咬钩了。王总伪造的数据太真，利润太诱人，史密斯没时间详查，这些海外资本闻讯而来，必然咬钩。这些年，摩根财团一直是新城全球业务的对手，这次正好让他们替新城接下日亚这烂摊子。现在拿到钱的林泽应该很开心吧？哈哈，拿去花！哈哈哈哈哈！林泽，你疯了！这桌上的东西比你1年工资还贵，你哪来的钱？还敢玩失踪？知不知道王总今天发了多大火？王总，那个老东西，我管他生死！走，老子带你去开开眼界。看看，今年的最新款，至少500万，你哪来的钱？这算什么？这辆车也是我的。这是摩根财团的车，是你盗取了公司资料，把底价卖给了摩根财团。你知不知道这是犯罪？一旦被查出来，我们就全完了。怕什么？没人知道是我做的，没有证据，他们就算怀疑能怎么样？现在新城集团自己都乱成一锅粥，你自己看。看到了吗，雪儿？我有钱了，王总那条船马上就要沉了，你跟着他早晚一起死。
辞职吧，我们一起出国享受生活。我们之前全白干不说，搞不好还得进监狱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现在就写辞职信。就这么辞职怎么行？今晚咱们好好潇洒，明天我要把之前受到的屈辱统统还回去。什么人？不知道这是董事长专属车位吗？立刻把车挪开！哼，拿着钱给老子滚开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老子今天是来辞职的。你们两个饭桶还知道来上班？都给我滚出去！老东西，少他妈在老子面前摆谱！小爷我不干了。你呢？当初可是你求我带你进新城管理层的。我当然也不干了，不过你放心，这些年你干的那些破事，我不会说出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原来是你们这两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！马上给我滚！你怎么来了？找几份旧档案。你呢？在这儿长吁短叹的。摩根财团横插一脚，站姿不人心惶惶，我来清静清静。这么说要输了？是啊，摩根愿出3倍价钱，日亚的态度很明显，我们毫无胜算。既然摩根这么想要这个项目，那就给他们好了。这怎么行？哎呦，让我看看，这是谁像丧家之犬一样躲在这里啊？哟，我说怎么在楼上到处找不到人呢？原来2位躲在这儿幽会呢，真是好兴致。苏念，我过去还真是小看你了，又是张特助，又是高材生，你这脚踏2条船的本事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我说的对吗？你这人尽可夫的婊子！闭上你们的臭嘴！心思龌龊、以己得人的东西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滚！萧远生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我滚？现在的实习生为了往上爬，还真是不择手段，连张特助玩剩下的破鞋，你都能当个宝一样搞在一起。萧远生，你胃口可真够好的。你们两个不要在这胡说八道！说你又怎么样？一个瘸子，一个废物，过来打我呀！公司打架直接开除。我辞职无所谓，你们离了公司，怕是会饿死吧？你敢来新城集团撒野，真是找死！是你？听说有人违规占了董事长的停车位，都处理好了吗？当然。你做了什么？这是我的车，你怎么敢啊！一辈子没见过大钱的东西，区区几百万的破车，我有什么不敢？还有，这个还给你，你找死！把这俩人给我轰出去！因摩根财团的搅局，日亚集团并购项目正式宣布失败，新城集团即刻起退出该项目的竞争。听见了吗？你们两个废物忙前忙后那么久，最后还不是失败了？失败？怎么会失败？我们之前全白干不说，搞不好还得进监狱。感谢史密斯先生，合作愉快。也感谢新城集团一直以来的支持。雷总监，不要生气。中国有句古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们新城集团在亚洲确实很强，但在摩根财团面前还是太稚嫩了。其实，我们对那位传奇的苏董事长很感兴趣，未来说不定可以合作，就如同今天的摩根和日亚一样。苏董，让您失望了。雷鸣，你做得很好，好戏
马上开场。什么好戏？回头仔细看，这一幕应该叫变脸。史密斯先生，数据有问题，日亚集团存在巨额亏损，报告中的利润增长点根本不存在，我们买回来的不是金山，而是一个无底洞。故意放出假消息，日亚集团配合演戏抬价，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，你们联手做局害我，还有那个白痴清洁工也是你们安排好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不过中国还有一句老话，兵不厌诈，商场如战场，史密斯先生还是要多多学习啊。找到那个叫林泽的混蛋，我要让他知道耍我的下场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摩根财团在此次并购项目中十分鲁莽草率，其未能严格审查日亚集团的真实财政状况，是本次投资失败的重大原因。太险了，日亚集团果然有问题，多亏摩根财团挡了一刀，不然集团就麻烦了。你不是早就怀疑项目存在问题？就算没有摩根财团，集团说不定也不会完成并购。这绝对是苏董的手笔啊！难道他发现了？啊？难道他发现了？他一定早就看穿了日亚集团的诡计，故意让雷总监在谈判桌上示弱，引诱摩根财团跳进火坑。你这么说倒也……这就是苏总，商界的传奇，铁娘子，不朽的丰碑。哎，够了，丰碑都来了，越说越老。这种商界传奇不能用正常人标准衡量。别说苏董只有40、50岁，就算她是个70、80岁的老太太，也是我心中永远的太阳。你说苏总不会真是个老太太吧？所以她才不愿意露面。你给我滚！老太太会有那么老吗？新闻都报了，史密斯应该已经动手了。林泽，你真以为摩根财团的钱这么好拿？雪儿，开心点，我们马上出国过好日子，永远离开这倒霉地方。你懂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要干什么？敢用假数据骗我们，真是不想活了。大哥，什么假数据？我拍的照片全是真的呀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很好，我喜欢硬骨头。啊！我真没给假数据啊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别杀我！都是他干的，钱一部分在箱子里，还有300万存在他手机上。你们要干什么？那是我的钱！Shit！ 蠢货！大额美金不洗钱直接存，和收入不符，不知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吗？什么罪？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3天之内交出300万美金，不然我就把你拆了卖零件。贱人，为什么要说钱都没了？你这个废物！你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祸吗？你要害死我们了！想活命的话，就立刻滚过来见我。日亚集团存在巨大财政漏洞，其不良债务已被全面曝光。这起都看到了吧？说说吧，有什么想法？王总，张特助这2天像疯狗一样查账，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。如果以前的事被挖出来，我们全都要进监狱。慌什么？他想查清账目弄死我们，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。把那2个蠢货带进来。
王总，救命啊！起来，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，做到了，还能升职发财。明天的年度股东大会上，我将当众揭发张特助与苏念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，以出卖公司利益为由，把他踢出局。您是说，把我们这些年干的所有事情，全都嫁祸到张特助头上？对，张特助以权谋私，利用苏董不在的时候，暗中跟日亚集团进行利益输送。他威胁你，逼你将他的情人苏念分配到档案室，方便篡改日亚集团的财务数据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这样。张特助是出卖公司的内鬼，苏念是帮凶，而我提前察觉了张特助的行为，也是我将计就计，引来摩根财团，派林泽把假数据卖给他们，保卫了新城的财产。王总英明，我是您派去的卧底，苏念和张特助才是叛徒。只要明天这一出戏唱好，不仅所有的烂账都能抹平，我还能借着这份功劳踢掉苏董，进入新城集团最高董事会，到时才是真的大权在握。苏董，奇迹，简直是奇迹！您腿部的神经群已经完全苏醒，各项肌肉指标均已达到正常水平。董事长，一切都如您所料，王总果然坐不住了。昨晚紧急召集了不少高管开会，根据监控，林泽和宁雪儿也秘密赴会了。他们狗急跳墙了，我猜王总一定会在今天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对我们发难。垂死挣扎罢了，无非就是用一些颠倒黑白、栽赃陷害之类的下三滥手段往我们身上泼脏水。年度股东大会上人多嘴杂，各路媒体和股东都在，万一影响集团声誉就不好了。要我提前安排保安逮捕他们吗？苏董，您站起来了。苏董，您站起来了。不用提前逮捕，我想亲眼看看，这些人还能折腾出来什么花样。接下来进入本年度高管述职环节，有请。王总这是要干什么？王副总，现在还没到您的发言环节。滚开！各位股东，今天我就算被开除，也要冒死揭开一桩重大黑幕。大家看到昨晚的财经新闻了吧？日亚集团项目彻底爆雷，那是100亿级的债务开动啊！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们新城就要去接这个盘。大家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这么巨大的财务问题，审查室竟然没有被发现？难道说我们集团内部有内鬼？没错，我们内部出了一个叛徒，有人跟日亚集团里应外合，篡改了审查资料。这个将集团推向危机的毒瘤，就是总裁特助张先生。王总的发言真是让人意外，但空口无凭，证据呢？死不悔改。好，今天就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。这转账记录怎么回事？照片上的女人是谁？她叫苏念，是张特助利用职权安插在档案库里替他干脏活的情妇。张特助被日亚集团收买，指使情妇苏念在档案库里篡改了日亚所有的利润数据。如果不是我提前察觉账目异常，将计就计引来摩根财团，新城现在恐怕早就破产了。张特助作风败坏，中饱私囊，我提议必须立刻剥夺张特助的所有权利，将他开除出公司。保安，快来人，抓住这个出卖公司的内奸！光凭几张不知真假的照片，恐怕不够定我的罪吧？王总，还有什么招数一并使出来？死到临头还装？好，让你死个明白！开门，让证人进来。各位股东，这2位就是被张特助勾结黑帮、毒打威胁后，冒死来作证的证人。终于到了这一天，苏念、张特助，你们今天死定了！我是人事部的宁雪儿，张特助用开除威胁我，
逼我把面试满分的苏念调入档案室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为了方便让苏念篡改数据。我是林泽，大家听说有关的风言风语全都是脏水。我其实是被王总暗中委派保护集团的卧底。我亲眼看到苏念在档案室和战头部的萧远生频繁幽会，他一个实习生却被调入日亚核心项目组，这代表什么？大家自有判断。一派胡言！林泽，你业务全公司垫底，谁不知道你是靠宁雪儿的裙带关系进公司的废物？有什么资格在这指手画脚？王总，日亚项目确实有问题，但那是你篡改数据，欺上瞒下还倒打一耙。我篡改数据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你既然发现了异常，为什么不上报？我当时想上报，但被苏念阻止了。王总的利益网庞大，贸然上报只会打草惊蛇。现在看来确实如此。说不出了吧？一个底层实习生拼命维护商业间谍，说明他也是同谋。对，我亲眼看到他们私会，他就是帮凶。安保部，把那件同伙拿下。你们才是新城的叛徒！萧远生，你输了。事发突然，我提议启动董事会表决程序，立刻罢免张特助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为了新城集团的未来，我现在以副总裁的名义提议表决罢免张特助。同意请举手。2/3通过。张特助，你和苏董的时代结束了。罢免我？王总忘了，我是总裁助理，只听命于苏董，董事会无权罢免。还有5分钟，在这5分钟里，建议你好好记住这一刻，因为这不仅是你的巅峰，也将是你的终点。虚张声势，要不是苏董常年不露面，哪轮到你狐假虎威？既然主犯不认罪，那就把他的帮凶抓来认。安保部，立刻去把苏念给我抓来。董事长，您终于回来了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他怎么可能是新城集团的董事长？苏念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你到底是谁？我曾经给过你机会。松开他！你就是苏董，你不是一个……我不是一个70、80岁的老奶奶，是不是很失望？不，一会儿再和你细聊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以为随便找个人冒充苏董就能蒙混过关吗？王副总，你说我是假的，那就睁开眼睛好好看清楚。就算你是董事长又怎样？新城是股份制公司，股东大会已经启动表决程序。是吗？新城集团确实是股份制公司，没错。刚才的罢免表决也有2/3的股东举手同意，这是董事会的决议，你必须遵守。你可能搞错了一件事，在新城集团，我就是规则。经法律公证，苏念董事长个人独资持有新城集团51%的股份，拥有绝对控股权。这意味着苏董拥有1票否决权。你们的投票如果苏董不同意，就连一张废纸都不如。51%绝对控股，这怎么可能？昨天我看过的股权书明明还不是这样。那当然是因为我昨天连夜收购了几位股东的股份，就在你和朋友们开会的时候。你算计我？你早就计划好了。当然，跟你们斗，不学得聪明一点怎么行？诸位，你们想开除我的助理，想架空我，是不是该先问问我苏念同不同意？苏董，没人要架空您，大家不过就事论事罢了。日亚集团的问题总要有个交代。对，交代。张特助收受贿赂，在日亚项目中出卖集团利益也是事实。当着所有股东的面，你不能包庇。证据啊，我也有一份，该让全集团看看，让他死个明白。是。日亚的亏损很严重，我们担心新城的审计部门会查出来。放心，人事部副经理是我的人，我会让他把日亚项目组都安排上我的人，保证不会出问题。既然如此，合作愉快。王家印，
你个吃里扒外的畜生！找到了，新城集团居然愿意用这么高的价格收购。钱在这里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文件照片全在里面。不，这不是我。全部图片、视频已过司法鉴定，无任何篡改痕迹。林泽，你充当商业间谍，倒卖集团机密，获利数额巨大，下半辈子准备在监狱里度过吧。你们陷害我！至于你，利用集团资源非法牟利，数额特别巨大，最高可判处死刑。都是你，是你们逼我的，你们害死我了！贱人，如果不是你把林泽这个废物招进来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你们这对狗男女害惨我了！你这个贱人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离开苏念？都是你！我到底都做了什么？我本该站在这里成为受人膜拜的董事长丈夫，一辈子都有花不完的钱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，都怪我！林泽，是谁说已经烦透了那个残废？是谁说想要一个光明的未来？狗一样的东西，这里只有你没资格骂我！王家印、宁雪儿，你们涉嫌职务侵占、巨额商业诈骗及伪造证据罪，证据确凿，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拘捕。林泽，你涉及商业间谍罪，新城集团已对你提起诉讼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放开我，我是被逼的！不，我不走。今天的股东大会是开不成了，大家先回吧。苏董，念念，你听我解释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可是你看在我这5年给你推轮椅、尽心尽力的份上，撤销对我的起诉吧，我真的不想坐牢啊！请给我2分钟。恩情，林泽，你是不是演深情演得太久，连你自己都信了？5年前的那场车祸，根本不是意外，对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买通理赔专议员，想转走我那笔3000万的伤残理赔金，可惜被我的信托基金拦下了。我说的对吗？所以当年那场车祸根本是你为了骗保故意设计的。你留在我身边5年，不是因为愧疚，而是为了我的保险金。你试了5年都没法成功，这才又勾搭上了宁雪儿。林泽，你骨子里就是个为了钱连良心都可以卖的畜生。进。苏董，战略投资部后续企划，请您过目。怎么不习惯？你之前在档案室不是天天念叨着那位神秘的苏董事长吗？发现我不是个满头白发、拄着拐杖的老太太，是不是心里很失望？我当初哪知道你就是苏董，我从没想过身为商界传奇的苏董会那么年轻，那么漂亮。王总进去了，张特助在收拾他留下的烂摊子，你过来帮我吧。好。董事长，叙旧得等一等了，出事了。摩根财团动手了，放出大量负面新闻，趁我们内部洗牌，引发股民恐慌。他们在做空我们，想吞并新城。我要见我的律师。我不认，我是被威胁的。新城集团提供了你盗取商业信息的视频录像，
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没有口供，我们也能给你定罪吧？我知道。我劝你主动交代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林泽，你的律师来了。律师？我根本没请律师啊！林先生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摩根财团亚太区首席法务律师。摩根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可是警察局！别紧张，我是文明人，不会动手的。这是我们摩根财团打算对你提起的诉讼，罪名是商业诈骗，导致我们承受巨额损失。别紧张，以我的实力和摩根在日亚项目中的损失，相信最多也就是判个无期徒刑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忘了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新城集团法务部刚刚正式向检方提交了新证据，苏念起诉你蓄意谋杀和伪造车祸巨额骗保2项罪名。这2项罪名一旦坐实，你会被判处死刑。不，我不想死！救救我！求求你救救我！把你知道的关于和新城集团的一切全都告诉我，我不只能帮你脱罪，甚至还能让你在海外成为千万富翁。董事长，不仅是高管入狱的负面新闻，摩根挖到您过去5年行踪捏造花边新闻，全网都在看我们笑话，不止舆论失控，日韩2家最大供应商突然单方面解约。苏董，王家因用财务漏洞担保的50亿债务，债权方要求提前还款，银行催收正在路上。山雨欲来啊，真是好手段，小看史密斯了。肯定是王家印泄密，除了他，没人知道集团那么多隐秘。还有那个林泽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压热搜，让媒体闭嘴！可是现在强压舆论，只会招来更大的反弹。苏董，股东们找您开会。苏董，您看看这像什么话？千亿集团掌舵人传出这种绯闻，供应商解约，银行催贷，市场失去信任，因为您的负面新闻，整个集团倒霉。我代表董事会提议，苏董暂时休假，交出管理权。李董，您看不出这是摩根的阴谋吗？不想一致对外，反而逼苏董下台，什么居心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刚提拔的毛头小子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李董，你没有他说话的份儿。那请问李董，我的话算不算数？新城集团是我打下来的江山，你们害怕摩根，我可不怕。摩根想用下三滥手段逼我低头，做梦！1周之内，我会平息舆论，让股价重新站稳。做不到，我按10倍币价收购你们手里的烂股份。现在散会。联系国内前3的备选供应商，采购加上浮5个点，24小时内必须发货，填补缺口。明白。通知财务部动用储备金，把那50亿还了。告诉外界，新城现金流依旧充足。收到，马上去办。通知公关部，准备全网直播发布会，我亲自去平息舆论。各位，关于集团动荡，我正式回应：王家印及其同党因涉嫌严重商业犯罪已被逮捕，这是对集团内部的一次清理，日后的新城只会越来越好。苏导，请问网传您隐姓埋名5年，痴恋实习生林泽，被拒后因爱生恨构陷他入狱，您对此作何解释？构陷，林泽出卖集团机密，伪造车祸骗保，皆有视频和录音为证，到底是不是构陷，警方会给答案。至于感情问题，我对林泽确实有过感情。我曾想将新城10%的股份，价值200亿的股权作为聘礼送他，可惜林泽当时已经出轨了别人，在我求婚之前，他先提出了分手。我操，这反转还嫌女总裁陷害普通人吗？你傻呀！现在的爆点是史上最蠢男人，错失100亿家财。对对对，这流量绝对爆炸。苏董，
您醒了。王家印留下的所有烂账，我已经连夜建立了数据模型，并做好了资金隔离防火墙。辛苦了，我的首席秘书。董事长，王家印留下的不良资产口子实在太大了，如果摩根财团以此发动总攻，我们集团现有的流动资金撑不了太久。既然摩根财团这么喜欢吃那些腐肉，那就给他们好了。您的意思是断尾求生？对，立刻发布全网公告，将王家印留下的所有不良资产全部剥离。摩根一定会以为我们是资金链断裂，扛不住了，割肉退让。但实际上，我们是借他们的手甩掉了包袱。我们可以把抽调出来的现金流全部集中起来，护住集团的基本盘。混蛋！那个女人竟然敢直接自断双臂，我们的做空资金被她这一手全部锁死在里面了。史密斯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财团批给你50亿美金，你不仅没吞掉新城，反而被那个女人断尾求生的套路把资金套牢了。请听我解释。我不听任何解释。如果48小时内不能解决问题，你准备好从帝国大厦顶楼跳下去吧。去，现在就去看守所，告诉林泽那个废物，如果他不能再说出点有用的信息，我保证他会被判处死刑。很不幸，林泽先生，新城集团稳住了阵脚，你的前女友很厉害。不可能，她一个残疾了5年的女人，凭什么能赢？凭什么？废物！你们都是废物！废物！你们都是废物！林先生，现在不是发疯的时候。史密斯先生问你，苏念还有没有什么致命弱点？弱点？你们找对人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苏念当初那场车祸伤得极为严重，他的双腿和脊椎根本经不起2次创伤，现在能站起来已经是医疗奇迹。你是说，我是说如果他突然遭遇一场意外车祸，哪怕只是轻微创伤，他脆弱的神经也会再次崩溃。苏念那5年再不在外界露面，除了我的原因，还因为他根本没法露面，不是吗？市场根本不会相信一个瘸子。林泽先生，我欣赏你的无耻。听到了吗？不需要枪，去找辆卡车。我要新城集团的女王，今晚在这个世界上彻底人间蒸发。远生，过了今晚，新城就安全了。明天开盘，就是我们反杀的时候。只要有您在，新城就永远不会倒，我会一直。苏董，苏董，别怕，有我在。远生，医生，董事长和肖总监怎么样？肖总监多处骨折，伴随内出血，目前生命体征暂时稳住了，但是苏董事长的情况极不理想。苏董5年前的车祸本就伤及了脊神经，这次虽然有人拼死替他挡了一下，但剧烈的震荡造成了严重的2次创伤。他能不能再次醒来？醒来后是什么样？完全是个未知数。苏董5年前的车祸本就伤及了脊神经，这次剧烈的震荡造成了极其严重的2次创伤，他能不能再次醒来，完全是未知数。突发，新城集团董事长苏念遭遇严重车祸，疑似重度昏迷，面临脑死亡。新城集团失去主心骨，面临重大危机。苏念，你就算是个商业天才，醒不过来也是个废物。给我加杠杆，全面做空新城集团的股票，准备好收购协议。明天一早，我要去全面接收新城。让开！我要见董事长。新城的股票已经快跌成废纸了。如果苏念醒不过来了，大家趁早套现走人。对，我们不能跟他陪葬。陪葬。都给我闭嘴！住了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
今天谁敢踏过我身后这道门半步，打扰苏董治疗，我保证让他会比新城先死。张特助，你只是个助理，我们才是股东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我不认什么股东，我只认苏董。他活着，我就只是个助理；他要是醒不过来，我就拉着你们这群混蛋一起下地狱！滚！各位新城的股东们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我们摩根财团给出的最终收购价。史密斯先生，这价格太低了。按照你们目前的市值，最多也就这么多了。痛快点签了字，你们还能拿点养老金滚蛋。但是之前苏念在的时候，您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问题是他现在不在，你们似乎还不明白，新城到底是靠什么才有现在的家业？不然你也不会私下跑来见我，不是吗？算了，新城马上就会破产，还不如早点卖个好价格。我们立刻开启股东大会，绕开苏念的股权，推进并购项目。动作要快，晚了可就不是这个价了。你说什么？那帮混蛋竟然背着董事长开大股东大会了！畜生！死守病房，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进去。我现在回集团大楼，就算今天死，我也要把新城的牌子保住。苏董。苏董，别跑，有我在。据悉，摩根财团正在火速推进对新城集团的全面并购案。新城并购，原来如此。能确定吗？我现在就把所有监控和口供发到你邮箱里。史密斯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让你偿命！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等董事长回来。萧远生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不太好，医生说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。去，把我的西装拿来，备车回集团。敢动我的人，我要让他们用命来偿还。是，听从您的命令。这根本不符合并购谈判流程，财务审计需要时间，你们这是抢劫！雷先生，你是一个很好的谈判专家，但你说的只是正常情况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别硬撑了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，你们的苏念董事长已经是个活死人了。再过2天，新城集团的股票就连废纸都不如，签了它，加入摩根，这是摩根给你们最后的仁慈。否则你们就只能破产清算，排队去天台跳楼了。雷鸣，你还犹豫什么？现在签了，集团员工还能得到补偿，你想让数万个家庭失去生计吗？我签。苏念，董事长，您回来了。史密斯，准备好怎么死了吗？苏念，就算你醒了又怎样？新城的股价已经跌停了，资金链已经断了，你拿什么翻盘？开直播，告诉所有人，我苏念回来了。是。苏念，少在这儿装神弄鬼！就算你醒了又怎样？新城账面早空了，股民绝不会再信任你这个病号。没钱
史密斯，你是不是对新城集团的财力有什么误解？前几天我们确实遇到了危机，所以果断剥离了所有负债的不良资产。现在新城集团的现金流非常健康。买入！立刻全仓买入新城，快啊！这不可能，怎么会拉升的这么快？你为了强行吞并新城，动用了10倍杠杆做空，现在股价暴涨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这个华尔街精英应该比我清楚吧？爆仓了，全完了。史密斯，你个蠢猪！新城股价暴涨，财团5分钟内血亏300亿美元，资金链断裂，摩根破产了。史密斯，你立刻给我跳楼谢罪！苏念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咱们走着瞧。走，这里是我苏念的地盘，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是外籍人士，你敢动我？你没有以后了。今天，华尔街救不了你，上帝也救不了你。史密斯，你涉嫌跨国蓄意谋杀，证据链已经全部移交给了本地警方。你以为今天还能走出这栋大楼吗？史密斯，你涉嫌跨国谋杀未遂及极其重大的商业间谍罪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，带走。董事长，摩根财团涉嫌跨国雇凶杀人的丑闻已经彻底引爆全球舆论，他们现在资金链断裂，股价遭遇史诗级雪崩，正面临拆分清算。传我命令，动用集团账面上所有可用资金，启动反向收购程序。是，我要让摩根财团这个名字从今往后在地球上彻底消失。远生，我赢了，我把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全部踩在了脚下。新城现在很安全，再也没有任何人能欺负我们了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还不醒过来？如果没有你陪在我身边，就算赢下了全世界，你答应过我，只要你在，就绝对不会让我一个人面对黑暗。萧远生，我是你的董事长，我不准你再睡下去，你听到没有？别哭。